本期视频是由构建美好的生活代码商店特别赞助播出，加入生活代码，体验更纯粹的数码生活。哪里不及解释了，快扫码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呢，要跟大家去交流的是自行车和骑行的话题。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将智能手机安装在你骑行的自行车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因为之前也没有开始交流过、介绍过我的自行车，所以一开始会简单介绍一下。那我现在骑行的这辆自行车呢是 Trek 的 Modern 3.1，那这辆车的整体的原车身的重量呢大概是8.5公斤左右。我自己比较关注的一点，除了一些日常的自行车的配件，像前后灯或者是一些小的配件之外呢，我很关注的是我非常重要的智能手机 iPhone 如何去安装在我的自行车上是最好的安装方式，以及我还经常使用 GoPro 来拍摄一些骑行当中的画面，这些东西怎么去跟我的自行车做结合，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先来聊一聊 GoPro。 那 GoPro 在我的这台 Trek 上呢，我在后边这个位置放了一个 GoPro 的支架，在这个位置。那我想要拍摄后边的画面呢，我就会把 GoPro 这样的方式安装在车的后边这个位置，来拍摄车轮和后边的比如说拍摄者在我后方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来拍摄。那在前方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前方的话，我在亚马逊的网站上面有购买一个大概20块钱左右的一个 GoPro， 然后跟车的一个安装的支架。这个支架呢，我会将它安装在我的车前的把手的这个位置。那它的优点是说，可以像这样转动，那你的 GoPro 呢，理论上就可以360度的去旋转来拍摄车前、车后和你左右两边的画面，加上 GoPro 自己再可以搬动来有俯仰角呢，你可以拍摄多个方面的一些画面。但是它有一些缺点，那它的缺点就是它可能要占据你前边一定的空间，所以空间会比较吃紧。同时呢，我的手机之前也有一个安装方式，我是在亚马逊上购买了这一个你们看到的红色的一个硅胶的一个支架。那这个支架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把它绑在这个单车的 stern 这个横杠小短的横杠这个位置，然后呢将它缠绕一圈，扣上iPhone 无论是否带套了也没关系，直接将它从这儿将4个角度的绑带给它绑上。这个安装的方式呢，就比我想象的要稳固，因为基本上这样安装呢，这个 iPhone 在这个位置并不会晃动或者掉下来。但这个方式有些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说我在拿取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比如说我现在骑到一个地方，我希望拍一些美景，那我要把手机拿出来，我就需要去摘这4个套的位置，摘完了之后再拿手机使用。使用完之后呢，我需要再次将它套回去。这种方式并不是非常的牢靠，它只是一个比较廉价的硅胶固定住你的比较贵重的手机，所以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安心。于是我就想研究说，到底什么样才是骑行的车上最好的跟智能手机安装的一个方式。在做完网上的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澳洲的这个品牌叫做Quadlock， 它是我目前找到的最靠谱的，我最认可的一个自行车跟智能手机安装的方式。同时它还能解决我刚刚讲到的对 GoPro 安装的一个需求。那如果你去Quadlock 它的官网去看的话，我推荐你要购买的是它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包括第一个，首先安装在你的自行车上的一个支架，它通过非常牢固的皮筋的方式将它安装在你的车体的某一个位置。除此之外呢，有一个配套的手机壳，可以将你的手机的裸机装进去，你的手机就有了一个壳的一个保护。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在车体的部分有2种，第一种是
我介绍的这一款的安装方式。那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安装在我刚刚说的，在车的前轴和把手的中间这个短梁的这个位置。那你通过将它固定安装好之后，手机可以随时的拧上来固定在你的车体上。那我这边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说，我这款 Track 的这个短梁的位置呢，长度呢少于5公分，所以这个的安装方式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的实用，所以我选取的是另外一个更好的安装方式。对我来说，在我的车的前把手的位置这块安装一个支出去的一个手机的支架，那它就会悬空的支到前边。手机戴好这个 Quad Lock 的壳之后呢，只需要45度扣上，然后呢拧动一下咔嗒一下卡住，手机就非常好的固定在了这个位置上面。同时呢，如果我刚刚说我骑行骑到一个地方，突然需要取下来手机，也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双手还是单手都可以操作我直接单手操作，手按下这个蓝色的部位，卡扣松开，45度拿下如果需要装上去呢，单手也是可以操作的拿下装上。这个方式就远远的好于前边我讲到的任何的手机拿取再安装到这个车上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呢，刚刚讲到它另外一个优点是这一款的手机支架呢，车体的支架呢，下方还有可以安装一个专门的 GoPro 的一个小的支架，安装在整个支架的Quad Lock 支架的下方。那安装为这个支架之后呢，你的 GoPro 就有了用武之地。它非常巧妙的将 GoPro 安装在这个的下方我现在没有去拧紧我的 GoPro， 但示意的情况就是这样，手机在上边，而 GoPro 在下方。同时呢 GoPro 完全不影响 GoPro 去拍摄前边的画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整个这个解决方案呢，会节省我非常多的扶手前边这个部分的一些空间。车的前面这个位置还是挺紧张的，因为你能够装的东西非常的有限。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车铃铛装在前边，同时呢夜晚骑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有车灯，所以车灯也要装在前边。刚刚我还装了一个 GoPro 的一个支架等等等等。你可能还想装一个Bike Computer 车表，那它也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整体来说呢 Quad Lock 的这个车体的安装方式，它节省空间，同时呢非常的牢固。第三点是它的做工也非常的好。第四点原因，我非常喜欢 Quad Lock 跟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有一套的一个解决方式。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是在车上来安装Quad Lock 支架的一个方式，在自行车上。同时呢它又提供一个叫做 Car Mount， 是在你的机动车上你平时驾驶的车上，也可以在挡风玻璃或者在你的车前板上边来安装一个这个 Quad Lock 的支架。那你的手机呢就可以进车之后直接一拧，就扣上你的车体的一个支架，成为一个车载的，比如说导航或者别的一些操作，也是非常的方便。除了你的自行车、你的机动车， Quad Lock 呢还支持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将这样一个绑在你臂膀胳膊上的支架直接穿过之后呢勒紧。那这个方式之后呢，我可以轻松的将 Quad Lock 从车上取下来之后呢，直接绑上。那我在跑动当中各种是可以随着我带走，比如说我去跑步机去外边河边跑步这都是另外一个让手机跟随我的方式。同时呢它拿取也是非常的方便，就绑好然后呢当我回到自行车需要骑行的时候，只需要将它再一次的固定回我的骑行的自行车，那手机又再次的回到这边了。对于我来说，机动车、自行车和跑步健身的时候，这3种使用的环境，用这么一个套装就完全可以非常好的解决我的智能手机随时随刻都在我的身边的问题了。当然今天的主要的话题依然是说寻找在你的骑行的车上最好的安装智能手机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推荐的就是Quad Lock 这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个产品，非常好的一整套像一个生态系统的一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推荐给大家。那今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再
我的视频频道，跟大家去分享一些骑行的，比如说骑行可以用的一些手机应用啊，或者是骑行怎么去找到你合适的，或者我很推荐的一些配件和装备啊。实际上，在自行车上，如果你是一个科技爱好者的话，在自行车上也有非常多的有科技含量的小物件，非常值得推荐。比如说头盔啊、车灯啊、车轮灯啊等等，都非常的值得推荐。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对 Quadlock 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登录他们的官网 quadlockcase.com 去浏览上边一系列的各种产品，找到最适合你的骑行手机固定安装的方式。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在今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骑行相关的有意思的小配件和小的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视频是由构建美好的生活代码商店特别赞助播出，加入生活代码体验更纯粹的数码生活。哪里不及解释了，快扫码吧。